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呢個禮拜公佈嘅數據都表明流動市場惡化喎。市場關心聯儲局是否喺9月17號開始減息。今期呢，我會詳細解釋我每次最後講嘅預測，並要修正喺股災發生後黃金會下跌多少，而進入大牛市之後呢，黃金又會上升多少喎。請你一定要睇到最尾。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最近美債出現拋售壓力喎，長債息抽升，10年債息一度衝穿4.3厘，恐慌指數曾升近20%，以致美股9月開局不利。禮拜四發佈數據，讓本已令人擔憂嘅勞動市場雪上加霜。美國小非農8月私人企業職位增加54,000個，低於預期嘅65,000個喎。而上個禮拜初次失領失業人數增加至237,000人，多過預期。美國勞動統計局喺禮拜五發布8月就業報告顯示，美國8月非農就業職位僅增加202,000個，低於經濟學家預期嘅76,500個新職位。失業率則上升至4.3%，為2021年以嚟最高嘅水平，表明勞動市場惡化啦。9月6號各項指數嘅印記，美匯指數報97.72，道指報45,400點，標指報6,481點，納指報21,700點，黃金報3,487美元，白銀報41.05美元，鉑金報1,383美元。FedWatch 工具顯示，9月降息0.25厘嘅機會率為92%。可以好肯定啦，9月17號終於開始減息啦。呢個對黃金白銀係有利嘅。美國銀行分析師預計金價升勢將持續，喺2026年上半年將觸及每盎司4,000美元。該行分析師表示，喺通脹持續嘅環境下減息，好大機會推高金價嘅。又指美國就業數據降溫，勞動力市場轉弱，令其對利率嘅睇法轉為下行。再加上聯儲局面對特朗普批評等政治壓力，或進一步打壓呢個美元嘅。不過，該行分析師補充指，除咗聯儲局面臨獨立性嘅風險外，市場亦需考慮統計機構嘅制度侵蝕所帶嚟嘅影響。瑞銀日前發表報告指，脆弱嘅美國財政動態、經濟增長放緩嘅可能性，以及不確定性嘅政策路徑，將令黃金需求繼續攀升。同時，全球黃金 ETF 持倉量喺7月份增加咗23噸，達到3,639噸，而資產管理規模喺月底達到近3,860億美元嘅高點。瑞銀將其2025年 ETF 黃金需求預計上調至600噸。並預計黃金總需求將增長約3%，達到4,760噸，為2011年以嚟最強勁嘅水平，因而上調咗金價嘅預測，至明年3月達到每盎司3,600美元。瑞銀亦建議投資者配置5% 左右黃金最為適宜。花旗早前亦上調咗未來3個月嘅金價預測，從每盎司3,300美元上調至3,500美元。另外，花旗預期金價交易區間亦都從3,100至3,500美元調整為3,300至3,600美元。該行表示，今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、關稅相關通脹嘅憂慮高企及美元走弱，將推動黃金溫和上漲至新嘅歷史高點。喺美元疲弱同埋美國9月降息預期推動下金價喺禮拜四躍升至歷史新高啦，超過咗4月創下嘅歷史最高嘅紀錄。美國交易嘅期間
現貨金高見每盎司$3577。我覺得多數嘅大行預測黃金將喺明年才升至$3600，其實咧太保守，唔使我多講，今年9月尾咧可能會升穿$3600噶啦。另一個最近推動黃金白銀上升嘅原因，全球債市正面臨拋售潮喎。英國、美國、日本、歐洲、澳洲嘅長年期國債咧亦急升，市場近期咧憂慮英國正面臨350億英鎊嘅預算赤字，刺激英國30年債息咧一度升至5.723厘，係1998年以嚟咧最高嘅。日本同樣面對政局嘅問題喎，首相石破茂黨內關鍵盟友有意辭職，日本20年期嘅國債一度升至2.694厘，為1999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。30年期嘅債息創新高至3.301厘。美國方面，30年期國債息喺禮拜三3號曾升穿至5厘以上，見1個半月嘅高位。有分析指係美國企業債券發行量高所致嘅。大家都知道美國需要係發債償還利息嘅。事實上，歐洲公司債發行呢個禮拜亦同樣活躍喎。有統計指，單喺9月2號，歐洲有20間債券發行人發行咗496億歐元嘅債券，打破今年初創下嘅歷史紀錄。環球長年國債利息急升，某程度反映咗投資者對當前金融市場缺乏信心。嘉信理財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師 Kathy 直言，債券市場正在告訴大家對前路感到擔憂，投資者拋售國債，資金咧則流入黃金白銀市場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喎，請按下鐘仔，給我點讚，呢啲都係免費嘅，不過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。當然，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會員。歡迎大家留言，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。跟住睇下白銀上升嘅基本因素啦。上個禮拜，記者兼礦業專家 Tim 撰文指出，白銀價格目前上漲嘅原因可能包括俄羅斯央行未申報購買行為。白銀自去年高位$28.85，價格喺星期三收市為$41.2，今年上漲咗43%，漲幅超過黃金。白銀正試圖追趕黃金，後者已經連續3年成為大宗商品領域嘅明星。去年9月，俄羅斯央行宣布，除黃金同鉑金外，還將開始累積白銀嘅儲備。10月，俄羅斯政府提議金磚國家成員建立自己嘅貴金屬交易所，此舉將顯著改變全球貴金屬定價嘅機制。同時，金磚國家同意擴大彼此之間嘅貴金屬貿易。白銀一直係黃金嘅替代品，佢亦被稱為窮人嘅黃金喎。現在人們可能正在購買白銀作為替代品喎。另外，美國內政部提議將白銀列入關鍵礦產清單。該清單於2017年制定嘅，用於指導聯邦戰略、投資同埋礦產許可嘅決策。白銀被列入關鍵礦產名單，凸顯其日益增長嘅重要性，亦都可能預示着人們對國內供應不足嘅擔憂。白銀價格持續上漲，主要受益美元普遍疲弱，以及聯儲局9月降息預期嘅強勁推動，將持續支撐對冇收益嘅資產嘅需求。儘管技術信號係超買，但市場情緒依然堅挺。交易員喺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嘅背景下權衡避險嘅需求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到，白銀最近係越升越有嘅。白銀喺4小時圖上保持強勁嘅上漲勢頭，延續咗自7月底以嚟睇升嘅勢頭。喺$36附近找到支撐後，咁白銀對高點同埋低點不斷走高，表明其上升嘅趨勢清澈。買家持續入場，以守住低點
並維持睇升嘅勢頭。8月收盤突破咗7月23號39.53美元多年嘅高點，確認咗重大嘅突破，並受到8.2% 月漲幅度支撐。目前價格走勢已果斷突破咗40美元嘅心理關口，將先前39.5美元嘅阻力位轉化為直接嘅支撐位。目前價格遠高於關鍵嘅短期移動平均線，並持續上行，動量指標走高，相對強弱指數 RSI 徘徊喺超買區域附近，暗示可能出現短暫盤整或小幅回調，但目前尚無明顯趨勢嘅衰竭嘅跡象。移動平均線收斂或者背離 MACD 也預示着價格走強，睇升嘅長條圖不斷擴大。MACD 線亦都喺位於信號線上方，展望未來短期阻力位為42美元，下一個上行目標就喺43.4美元，而48.7美元同埋49.83美元係大阻力位嚟嘅。49.83美元係2011年4月以嚟嘅高位。下調方面，39.5至39美元區域仍係關鍵嘅支撐位。任何回調至該區域都可能吸引新嘅買家興趣。只要宏觀經濟同埋政策驅動因素保持一致，板似乎有望延續漲勢，將會創下新嘅週期高位。市場剖析當前黃金同白銀嘅走勢，喺呢個資金流入嘅驅動因素，如何解讀趨勢而非盲目咁樣追買，以及喺貨幣購買力下降嘅當下，持續增持並不是一句口號。隨着2025年進入最後嘅1/3，黃金版係目前最強勁嘅資產。黃金遵循嘅可預測嘅週期，黃金往往會出現呢種反覆嘅波動，上漲15%，暫停幾個月，再上漲15%，佢一直如此嘅。一個大型牛市旗形態，恰好再係一個15% 嘅突破。預測金價可飆升至3730美元之後跟住就係4100美元啦。白銀嘅圖表係相當混亂嘅，但現在佢開始上漲並開始向上移動，突破咗之前嘅水平，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跡象。儘管白銀波動較大，但其技術面結構顯示出非凡嘅潛力。預測白銀價格可能達到49至50美元，呢個同歷史高位係相呼應嘅。如果白銀價開始再飆升可能會出現大幅上漲添，甚至可能突破50美元。大家記住，白銀一旦火車啟動，上升速度就好似火箭般一樣咁運行噶啦。我一直都係用基本因素分析經濟嘅，美國經濟越嚟越差。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美元會繼續貶值嘅，滯脹風險為50%，而滯脹會引致股災，股災亦會引致經濟衰退，經濟衰退就會引致滯脹。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我相信股災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噶。當股災發生嘅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但黃金版下跌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版就進入大牛市。因為股災嘅初期股票投資者仍然未相信股災發生嘅，投資者希望股市會反彈，所以股市投資者會沽呢個黃金或者白銀補呢個股票嘅倉，咁樣黃金版就會跟隨股市下跌啦，直至股市越跌越深，投資者終於對股市失去信心，佢哋就會沽股票轉買黃金同埋白銀，咁黃金版就會進入大牛市，黃金版就會繼續越升越高。問題係喺股災嘅初期，黃金版會跌幾多呢？又到黃金版進入大牛市時，黃金版又會升幾多呢？咁其實我係根據2008年股災嘅數據作推算嘅。請大家睇下2008年股災嘅圖，喺
喺股災初期咧，黃金從2008年4月1號877美元跌至10月1號嘅724美元，一共下跌咗17.5%。白銀咧就從2008年嘅4月1號16.89美元跌至10月1號嘅9.79美元，一共下跌咗42%。如果今日發生股災，用目前黃金白銀嘅市價，如果黃金跌17%咧，就係3555美元乘82.5%，就等於2932美元。白銀跌42%嘅話咧，就係41美元乘58%，等於23.78美元。然後黃金白銀咧就進入大牛市，黃金就由724美元升至1876美元，就升咗259%。白銀咧即係由9.79美元咧升至48.7美元，就升咗498%。根據歷史數據推算，黃金咧會升至2932乘呢個259%，係等於7593美元。白銀咧即係由23.78乘498%，係等於118美元。所以用目前黃金白銀市價推算，股災初期黃金會跌至2932美元，白銀咧會跌至23.78美元，然後咧就進入大牛市。黃金會升至7593美元，白銀咧就會升至118美元，數就係咁計噶啦。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，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，我只會喺 Patreon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。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